作为一个有名的旅游城市，重庆如今也有了一个新的标签，那就是赛博朋克。也许你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们站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似乎是在地面上。然而，当你走进广场边上的一栋楼里后，你发现自己是在18层。然后你坐电梯到这栋楼的1楼，出来之后呢，你发现自己在另外一栋楼的第10层里。视频里的城市其实就是我们播客开头提到的中国的一个城市——重庆。重庆为什么会有赛博朋克这样一个标签呢？其实赛博朋克它的意思就是英文里的 cyberpunk， 这只是音译成中文的这样一个单词，那它的意思和英文里的 cyberpunk 其实是一样的含义。那为什么说重庆是一个赛博朋克的城市呢？其实和这个城市的地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重庆它整个城市是建在很多座山上面的，同时重庆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的高楼大厦，那这些高楼大厦建在山上面，自然就会出现刚才我提到的视频里的内容了。那除了奇妙的地形之外呢，重庆还有很多很有意思、很有特点的事情，我们一一道来。首先呢，你需要知道重庆在中国的哪一个部分。重庆它其实位于中国的西南部，是长江上游地区的一座城市。它其实和我们另外一期播客里提到的城市成都很近，他们的方言也很相似。而长江呢，其实是被称作中国的2条母亲河，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为什么称这2条河为母亲河呢？因为中国的文化发源地基本上都是在这2条河旁边所产生出来的。那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也决定了重庆它的重要性。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直辖市是什么概念呢？也许你知道，在中国呢，有30多个省份，每个省份呢，下面会有它的城市，但是直辖市的意思呢，就是这些城市的地位等同于其他省份的地位。而在中国总共有4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城市
是直接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可以看出重庆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于重庆市的特点，就是重庆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超过了诸如北京、上海等等这样一些一线城市。那2022年重庆的人口达到了3200万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比如说美国的纽约，它的人口大概有850万，而加拿大全国的人口也仅有3800万人。也就是说，重庆这样一个城市的人口几乎是加拿大全国人口的总量。这样的一个特点也给了重庆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上，但同时也意味着有很大的竞争。和人口相对应的，重庆的总面积也很大。重庆的面积为82000平方公里，而相比呢，上海的面积大概是6000平方公里，北京呢是16000平方公里。所以说，重庆的总面积大概是北京的4到5倍，是上海的13倍左右。当然，除了人口和整个城市的面积之外呢，重庆它的整个地形的多样性也是北京和上海比不了的。北京和上海呢，都是在中国东部，那里的地势呢，一般都是比较平坦的。但是重庆的地形就其实很复杂，它有山地，有丘陵。丘陵就是指相对体积相对较小的这样一些山，还有平原，还有各种各样的水域，比如说湖、河等等。所以在重庆市的市区，有很多的高楼大厦是直接修建在陡峭的山坡上的。那楼层呢，非常的分明，彼此错落有致，形成了很少见的立体城市的这样一个景观。这样一种依山而建的城市形态，也就是重庆的赛博朋克的这样一个魅力的来源。但这也给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如果你想建地铁，那你应该怎么建？如果你想让人们迅速地从山脚到山顶，应该怎么办？这样的一些挑战也让整个重庆的公共交通变成了整个城市的旅游目的地。比如说，在重庆有一座很长的电梯，有112米，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坐这个电梯的话，从踏上这个电梯到踏出这个电梯，你要在电梯上待2分钟。我曾经去过重庆一次，也坐过这个电梯，的确是非常的让人震撼。
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有轻轨从一座楼的中间穿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你有时候你也会看到这个轻轨穿过整个长江的河面上，这样的景观是很多人去重庆旅游的目的之一。那除了人口、城市面积以及它的地形之外呢，重庆还有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其中不得不提的一点，那就是重庆火锅。如果你对中国的饮食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的话，你应该是知道火锅这样一种饮食方式的。而重庆火锅呢，就是最有名也是最典型的中国的火锅。而重庆的火锅特点就在于，一般它是9宫格的这样一个形式出现，也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圆形的锅里边，有4个铁片把整个锅分成了9个格子，所以被称作9宫格。那你可以在不同的格子里煮不同的食物。另外一个重庆火锅的特点就是非常的辣，但同时也非常的香。在重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们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去吃火锅。重庆的夏天非常非常的热，可以到几乎4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了。但是人们特别喜欢，尤其是重庆人很喜欢在夏天的晚上去吃火锅，让自己大汗淋漓，然后回家睡觉。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几乎是最典型的重庆人的生活方式了。另外，重庆小面也是至少在中国其他地方比较有名的重庆的美食。我刚刚提到，中国的文化的发源地基本上就是长江和黄河的沿岸地区。那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重庆，自然也是其中之一。重庆在中国除了它的美食和地形之外呢，还有它的历史文化，也是很多人想去重庆旅游的原因之一。重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3000多年，那里的古代文化被称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指的就是在中国西南部的一块地区的古老的文化，而重庆呢，就是巴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你去重庆的博物馆看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瓷器甚至是青铜器的这样一些历史文物。那在近代的历史当中，重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1946年，重庆在当时是中华民国的陪都。陪都的意思就是第2个首都。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首都是在南京，是中国东部的一个城市。那当时他们不得不往西部迁移，而当时国民党选择的城市就是重庆。在那个时期也留下了很多很珍贵的历史遗迹，
成为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这样一个重要渠道。那时间往前推，来到现在，现在的重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从经济层面来说更是如此。由于重庆它的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所以它能够给很多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提供劳动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指的是需要很多人去手工参与的这样一些行业，比如说制造业、工厂里的生产等等。那重庆呢，它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基地。有些人把重庆看作是中国的硅谷，而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三峡大坝的建设。那三峡大坝呢，指的是在长江上游地区所建立的一个体积非常庞大的水坝。那通过这个水坝可以产生很多的电量来供长江上游或者中游地区的城市所使用。但是这样的一个水坝的建设给长江的生态带来了很多的破坏。那在大坝之上，也就是大坝上游的地区，很多的村庄或者城市由于水位的上升，不得不被迁到其他的地方。而在长江三峡大坝下游的地区，有很多的鱼类或者是野生动物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因为水量被大大的减少了。此外，在2005年到2008年期间，重庆遭遇了很多场旱灾和水灾，有人认为这其实和三峡大坝的建造有关。但无论如何，说回重庆，重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它自己特点的城市。它的地形非常的有特点，而这样的一个地形呢，也让重庆的基础设施和整个城市的景观变得非常有意思。同时呢，重庆它有很长很久远的历史文化，不管是古代、近代还是现在，都有你可以去学习去了解的地方。那同时重庆它的经济发展也很不错，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在。那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重庆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了。那我也很想下次再去重庆好好体会一下这种赛博朋克的城市景观了。这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内容了。如果你对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感到好奇的话，欢迎给我留言，我可以展开来聊一聊。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
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